仙侣，你果然已经攻至大成，难怪要嘉信在百峰山暗中行事。让我猜猜，你恐怕还在何处蓄养了另一簇灵火，想利用我司马氏的秘密，达成你的目的。灵火，司马交，你莫要再信口雌黄！我若与这里同归于尽，不给你留半分的凤山血脉，你也不用再做你的春秋大梦了。阻止他！没用的。司马交，他好像真的是强弩之末，身体快崩溃了。 你在害怕，真正该害怕的是对面那些东西。司马交，你要是实在太疼就算了吧，反正都要死了，没必要为了他们延长自己痛苦的时间。估计我今天要交代在这里了。不过，假期有这么久。 我也挺满足的。我的天命就是，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师祖，我不用给您陪葬了吗？你不想死？当然不想死。我对这天地已无留恋，而他。 却只想好好活着。算了。什么算了？他这是要做什么？你走不动了吗？走不动了，你快自己逃吧。你再撑一下，起来。你连逃都不会吗？起来，师祖，再撑一下。你要带我一起走？对。你是想死吗？不想。你带着我走就是找死，你没那么傻吧？这不是傻。 你救了我那么多次，你振作一点。你告诉我逃到哪里比较安全？你快走！只有找一个没有人能找到的地方，才能过上真正幸福安宁的生活，也不必担心连累你娘亲。你随爹爹走好不好？ 燕家的命运就在你我这一代终结了。严公子和青娘也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了，我们也算是做了一桩好事，
才能给自己积福报啦。你真的觉得会长久吗？当然会长久啦。师祖，人的命运呢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，只要我们有心改变，就可以撼动天命。你知道何为天命吗？我知道啊，我的天命就是我注定会过上闲云野鹤、吃喝玩乐的日子。月儿，欢郎，你别过来！欢郎，你别过来！欢郎，别过来！我不过去。别过来！欢郎，不要，你要别过去！欢郎，快放下月儿！青娘，长痛不如短痛吧。不要！你根本不知道玉儿将会面对怎样的一生。欢郎，住手！欢郎，不要！青娘，冷静点。青娘，你宁愿活得窝囊，也不愿意死得有尊严。欢郎，你不要碰我的月儿！欢郎，公子，你救救他！公子，师祖，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把月儿还给我！欢郎，师祖，你能救他的，对不对？你神通广大，你肯定能救严公子和月儿的。师祖，没人能救他。公子，这是他的命。可孩子呢？孩子他是个活生生的个体，月儿，他应该有自己的命运，他能决定自己的命运。师祖，你的母亲不能，严欢你也不能。不要！你说的对。把月儿还给我！还给我！玉儿，你这么惹人怜爱，爹爹不愿你重蹈我的覆辙，也不忍你就此早夭。不要！欢郎！我求你！不要！欢郎！不要！你让我去救他！他毁了火焰太极，可这凤山血脉要如何抹去？真好，终于可以结束这一切，终于可以化成灰烬。这里为什么会有凤山一族的血脉？凤山一族向来推行纯净血脉繁衍，可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也难免有人不听从长辈的建议而出逃，与非同族之人留下后代。石千缕如此费尽心机地搜罗凤山血脉，是在下一盘大棋。可石千缕他收集血脉能做什么？为了私欲罢了。我早就说过，庚辰仙府的人都一样，为了修为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我们现在只需要查清施家把那些孩子带去了哪里，就能知晓他真正的阴谋。可这件事唯一的知情人
就是那个严老爷，那就只能等他回来喽。毕竟也没人知道他的下落。为何要等？他自然是乖乖回来见我。师祖展开讲讲。利用着严环的身份，毁了严府便是。这严老东西必定乖乖滚回来。被当作繁衍的傀儡，被人算计着过活，是何样滋味？我还算是活着的吗？其实我装作沉迷于风月场的浪子，家里那些人还是不愿意放过我，我早已于死无疑。活得非人非鬼，不过一具行尸走肉。你宁愿活得窝囊，也不愿意死得有尊严。说的轻巧，我也想一了百了。但死是那么简单的事情吗？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痛苦，你不会明白。待所有事情结束，我替你了解这一切。那这样便是最好。啊，所以说，师祖想要制造严家的动荡，将严老爷提前引回来。师祖制定计划，我呢就跟着执行。这可是个大项目，我估计短时间之内，像咱们这样逛逛吃吃的日子就没有喽。哎，庭烨，你又开始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了。不要在意这些细节。哎，那个饰品好好看，走。哎，怎么样？我再换一个。哎，这个好看，是吗？那人是叶入灵，我看他怎么会出现在这儿？他身旁的女子怎么看着像是廖廷艳？廖廷艳不是已经死了吗？走，去看看。这两个比的话，选哪个呢？怎么了？你在看什么？啊，没什么。庭烨，这个簪子很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你再帮我选选，我去就回。啊？糟了，施家的人。苍兰，你怎么在这儿？我不暗自跟来的话，估计等不来姐姐告知廖廷烨还活着的消息吧。你用萤虫跟踪我，苍兰，你不要对廖廷烨出手，我相信会有两全其美的办法的。如此心慈手软，还谈何拯救族人？叶如灵，以后大路朝天，我们看谁先到终点。你这是做什么？以防你乱来。你知不知道，若是司马娇察觉此事，
你我都会落得满盘皆输的下场。天哪，这天杀的肾虚公子都凑够一支足球队了。公子，公子，我都好久没有来看您家了。公子，我什么时候能见见贤哥啊？自打他出生后，我都没见他几面。公子，就来看我。对啊，放开我！师祖，能不能帮我变回人形啊？我出去一趟。去做什么？那青娘小姐姐一定还不知道，这严公子都娶了10多房妾室了。我得去告诉他，让他死心。你不是向来都喜爱偷懒吗？怎么现在却主动给自己找事做？我那不是偷懒，是松弛。重要的是，那些个妾室已经够让师祖您难以招架了，青娘还时不时纠缠，我得帮师祖解决这个麻烦。也罢，那你去吧。嗯。若周星儿那里有关于火焰胎记的线索，也回禀于我。这个事业批也心假，知道啦。我在夸你，夸你。哎，这绣品怎么卖呀5文钱。哎，那白色的呢？我们看看白色的。白色的也是5文钱。白色的一样价格。嗯，我看还是红色的好看。多谢。青娘，青娘，你是环郎新娶过门的妾室吧？我曾在环郎的轿中瞧见过你。我跟那个严公子没有任何关系，我来是因为我看到他那天那样对你，替你感到不值。他府上已经娶了好多妾室。前2日还刚进门一个，你听我一句劝，你赶紧放弃那个始乱终弃的人渣吧。姑娘有所不知，环郎不是你口中说的那种人。我与环郎初次相见，我们便是心意相通，两情相悦。看上哪个，你跟哥哥说。呀，小翠儿，这怎么样？讨厌！哎，好的还在里面呢。青娘，你那是被他骗了。他那种人，你不分手留着过年吗？我从严环那儿给你拿了点盘缠过来，你赶紧带着宝宝换个地方生活。这银子可是环郎让你转交给我的。不是他，你就当是吧。姑娘，这钱我不愿意收。我可以不再继续纠缠他，可若是他不能来同我说明缘由，我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青娘，你清醒一点。环郎曾写诗赠我：寄情与明月，清风送不归。那时候，他还会同我月夜对视，泛舟抚琴。我不信，我不信一切无甚缘由，竟会变成这副模样。不哭不哭不哭。青娘，我还想问你，你应该知道严环背后有一火焰型的胎记吧？这我知道。那他有没有跟你说过关于那个胎记的事情？
我不曾听说过。好吧，不过这胎记真是个难挖的秘密。不哭不哭，发生什么事了？没用的，他们分明是要困住我们司马氏族人。我太祖婆婆已故去，需出山安顿。你们封闭白鹿崖，这是何意？稍后我们会派人将太祖娘娘接出山安葬。司马一族应寸步不移守护灵火，还请师祖潜心安于白鹿崖中。八大公居然这么明目张胆，这和将我们当作囚徒有何区别？你们眼里还有我们这些师祖吗？阵法乃八大宫联合封印，只进不出，还请师祖莫要徒劳破阵。从师祖的上一代开始，就逃不过被八大宫联合封困的命运吗？师祖，师祖娘娘，你不是护送太祖婆婆的尸身去阵法外吗？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？昨日，八大宫公主特意打开封印阵法的缝隙，让我将太祖婆婆的尸身送去崖外安葬。结果，快说！结果，那些八大宫之人竟然将太祖婆婆的尸身给享酒宴之欢。这简直是畜生！师祖的父亲是疯了吗？他是想毁了白鹿崖吗？干什么？你疯了！干什么呢？这是！就是啊！哎呀，不是！死了。现如今，只有司马鄂与他的儿子是能侍奉灵火的司马氏血脉，这不能让他们也死了。不要！如今要尽快让娇儿与灵火相融，这样八大宫的人便不敢对他出手了。若是融合灵火，他将永生的活在灵火灼烧的痛苦之中。我不愿意他有这样的一生，不如就此结束凤山一族世代的悲剧。乐儿啊，这便是娇儿降生世间的使命。她拥有凤山返祖血脉，至纯而强大，她便是我们司马一族重振的希望。你可知炼化凤山灵火的代价？一旦失败，你母子二人都会死，司马氏就彻底灭族了。我没有选择了。今日我奉上血肉和灵骨，你可愿意为我涅槃，与我的娇儿融合？我最不想要的，便是你的性命。罢了，这世间我也看腻了。从此，你便是世间仅剩的司马氏血脉了。
我是被埋了吗？谁埋的我呀？祖宗，蛇兄小火苗，救我！看。 吓成这样，您干嘛把我放棺材里啊？谁让你自己选了一株毒花？我见你昏迷3日，无力回天，自是要给你个厚葬。哼哼。好了，这棺材只是为了吓吓你，毒我已经给你解了。 我选的是一株有毒的花，您不是说只有恶人才结毒花吗？可司马鄂，司马娇的妈妈，看起来实在良善。一个人怎么可能是非黑即白的呢？这区区一朵花，便能定善恶吗？那花为何有毒？死前。 心情平静愉悦，骨珠结灵花；死前痛苦怨恨，结毒花。怪不得。听你的语气，你是看到这花的前身是谁了？他还不知道，我摘下的这朵。 正是他妈妈骨珠开出来的花，我要告诉他吗？算了，他现在心情不错，我还是不要揭人伤疤了。没想到，师祖的家族竟遭遇过8大公的联手封困，面对族人全都葬身火海的仇恨，难怪他要反击那些人。不过这花不是无药可解吗？ 那我怎么又活过来了？不是还有解毒的花吗？哦，原来不是毛与盾，是消消乐呀。那您是怎么辨别这药与毒的？我是司马氏族人，这毒对我天然无效，况且灵火能帮我分辨药与毒。难道您还专门调用了灵火，搞这么大阵仗救我啊？救你还需要灵火？ 我只需要区别一个甜与苦罢了。又是毒药。那老板，您还为我做那神农氏？ 辛辛苦苦便要尝百草，只要我想杀你，不管你在哪里，你都会死。如果我不想杀你，就算你死了，我也能让你活过来。啊，好一个死去活来！哎，对了，老板。 我昏迷这3天里，有没有人来找过我呀？你想让谁找你？那看来就是没有了。这跟下了飞机没有一条信息有什么差别？什么？没什么。师祖，您看啊，既然已经出山了，您留着我也没有什么用，我在这儿也白吃白住的，要不我就回青谷天吧。 青谷天比得上我这里？说比得上，这祖宗又要生气了。他刚才还为我做了神农氏呢，看来现在是把我当做心腹了，一时半会儿肯定不让我跳槽。你要是说比得上，我就杀了你。比不上，比不上。那我请个假呢？
我想去看看入灵。不远，你又不清楚他人底细。算了，等我找机会，坐着蛇兄偷偷去见入灵。师祖，仙府确实还在延续死斗旧习。今日比试即将开始，八大宫的新宿弟子已经赶至武斗场，师掌门还有八大宫的公主，应该也会赶过来。师祖，弟子有一事想请教。八大宫那些人，这500年来让您受了那么多苦，为什么不在我们出关之日将他们都杀了？万一他们联合起来，要再度封印您，那该如何是好？若是都杀了，庚辰仙府这一大堆烂摊子，难道要由我来管？您可以扶持拥护您的新公主来管理仙府啊。世人皆贪婪，岂会有人真心拥护？那师祖，我们就这样放过他们吗？他们做了那么多坏事，我怎会如此便宜了他们？我要让曾经那些欺辱过我的人，在恐惧中备受煎熬，亲眼看着自己最珍惜之物被摧毁，在经历了绝望的炼狱之后，再让他们死。那这其中也包括施千旅吗？施千旅，师祖，您现在的身体愈发的虚弱了，请把这碗汤喝下吧，对你伤口恢复有帮助。我死了，他们的灵魂梦也就破灭了。唉，您再生气也不要跟自己的身体置气啊！来，把汤喝了，乖。师祖，吃点。师祖不吃，那可以赏给弟子吗？这汤药是什么东西？是司马氏族人的血。为什么要骗我吃这些？施千旅知道这是什么吗？知道，师掌门为的是让你伤口快些恢复，供养凤山灵。你们没有一个好东西。八大宫只是提线木偶，施千旅才是最有意思的那个人。我看那施千旅的修为还不如其他几位公主呢。既然其他公主境界已不受真言之事所控，那我们就从施千旅身上下手好了。无能只是施千旅的伪装而已，他定有防备之计，切勿打草惊蛇。让其自乱阵脚，才能使其露出破绽。